2026年，腾讯视频年度招商发布会，现场灯光打下来，大名单一个接一个滚动出现。就在那天，有一个名字出现了2次，兰香如故，谭松韵。春和之上还是谭松韵。你们知道吗？那一晚的名单里，几乎所有人都只带着一部剧来亮相，而他带了2部。没有大公司背书，没有庞大的运营团队，没有每天刷屏的热搜营业，就这样2部剧稳稳地站在了腾讯视频这一年最重要的夜晚。问题来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答案要从20年前的四川泸州说起。一个小姑娘9岁开始学古典舞，11岁进舞蹈学校，15岁走进剧组，第一次对着镜头说台词。她那时候还不叫谭松韵，叫谭晶晶。小县城里出来的孩子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只有一张谁都说语 quote 太嫩了语 quote 的娃娃脸。2007年，她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一个高光时刻。然而你们不知道的是，进了北电之后，她其实过得很憋屈。那张娃娃脸让她在学校期间就开始接戏，比同班同学更早进入行业。但也正是这张脸，给她套上了一道无形的枷锁。配角，配角，还是配角。导演们普遍认定，这种脸演不了主角，成熟不起来，戏路窄。娱乐圈竞争激烈，不是没有努力，只是努力了很多年，依然没有一个人记住他叫什么名字。2011年，他去试镜《甄嬛传》，你猜他怎么拿下那个角色的？他把自己吃糕点的一段视频寄给了导演组。就这样，本色出演了天真爱吃的纯贵人方纯义。那一年，他已经21岁，上了妆，上了镜，全国观众都以为纯贵人只有14、15岁。弹幕里刷满了语 quote 这孩子也太小了语 quote， 没人知道那是个已经在行业里摸爬滚打了6年的女演员。甄嬛传大火，但那一波红利她没有吃到。接下来她继续跑了整整5年的龙套，直到2016年。那一年，一部青春剧《最好的我们》在爱奇艺开播，而谭松韵接下这个女主角的方式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是因为原定女主不愿意剪头发，临时退出，她补上了这个位置。这个被人语 quote 剩下来语 quote 的机会，她用得彻彻底底。耿耿这个角色，豆瓣评分 8.5， 上线仅3天，百度指数破20万，最终以20亿播放量收官。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 36.3亿，谭松韵一夜之间被称为语 quote 国民初恋语 quote。 但就在她终于站上高处的那一刻，命运给她安排了完全不同的剧本。2018年12月31日跨年夜，她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跨年文，字里行间都是对新一年的期待。就在那天晚上，父亲打来电话，母亲在四川叙永县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，他放下手机，飞奔回家，在医院守了整整20多天。2019年1月23日，母亲因颅脑伤势过重离世。肇事司机名叫马明红，酒后驾车撞人后逃逸。他和他的家人从来没有主动道歉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有知情人士透露，这个司机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 quote 你妈只是死了，我儿子要在监狱过年语 quote。 就是这样一个人撞走了谭松韵的母亲。如果换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择？而就在谭松韵最脆弱的那段时间，网络上突然流传出一张照片，有人说她在母亲住院期间出去聚餐，说她不孝，说她冷血。造谣的人精心挑选了图片，还刻意篡改了发布日期。她沉默了，没有发文，没有哭诉，没有任何公开的情绪宣泄。她只是暂停了一切工作，静静地陪着家人。如果你也觉得这段经历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时间走到2020年8月31日，谭松韵亲自出庭，当众讲述了案件的每一个细节。她没有托人，没有依赖明星身份施压，就是一个女儿，站在法庭上为母亲讨回公道。9月18日，法院判决马明红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，赔偿超过100万元。谭松韵把那笔钱全部捐出去了。
捐给了和他母亲有过相似遭遇的家庭。就在同一年，正在热播的《以家人之名》里有这样一幕，李尖尖对着漫天繁星轻声说：“妈妈，你看到了吗？”弹幕瞬间炸了，不是因为剧情，而是因为大家都知道，那一刻谭松韵不只是在演戏，那是她真实的思念。此后的每一年，她都没有停下来。归路拿下湖南卫视2023年度收视冠军，她已经是第2次拿下湖南卫视年冠了。锦心似玉，播放量51.1亿，连续12天蝉联网络剧榜冠军。向风而行，蜀锦人家，逍遥一部接着一部，从不消失，每次出现都带着新东西。有人说他是雨 quote 收视悍匪雨 quote， 但你们知道真正厉害的是什么吗？他没有公司，就是他跟一个经纪人，2个人像合伙开店一样在运营他的整个事业。没有背后的资本架构，没有成建制的团队，没有平台独家合约绑定，每一部戏的选择都是他自己做的决定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样的演员在内娱还有几个？2026年腾讯视频招商会，兰香如故，一个社会家庭题材的故事，她饰演许兰香，也叫沈佳兰，搭档是近年风头正劲的刘学义。这部剧从2025年5月就已经确认，粉丝等了整整1年。春和之上就在招商会结束后不久，2026年6月1日，儿童节当天，厦门开机。题材是于 quote 未检于 quote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。谭松韵在剧中饰演一名未检检察官，专门守护深陷困境的少年。这是内地影视剧里极少见的题材，也是谭松韵第1次饰演检察官角色。2部剧，一个关于家，一个关于守护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一种选择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在这个满屏幕都是甜宠、仙侠、大女主4战的市场里，谭松韵在选什么？她在选那些有话要说的故事。春和之上，剧名来源于对少年的比喻，春天里的禾苗需要被守护才能长成。开机日选在6·1儿童节，不是噱头，是他接这部戏时就认定的事情。这个故事值得用最郑重的方式启幕。一个人20年，从15岁走进剧组，到如今用2部戏站上1年最重要的招商台，谭松韵从来没有走过捷径。他被质疑过娃娃脸当不了主角，他被造过谣母亲住院期间的不孝标签，整整追了他2年。他被忽视过，爆红之后没有公司敢确定他能长红，觉得没有资本就是风险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，现实是那些说他不行的人，很多已经不在这个行业里了，而他还在开机，还在杀青，还在每一部戏里交出让观众心疼又心服的答卷。有人说，时间会给每件事一个答案，谭松韵的答案是2部戏的片名。兰香如故，兰花的香气不因时间流逝而消散。春和之上，在艰难中生长的生命最终会站立起来。这或许不只是2个剧名，这是她的自我表白。一个从四川小城走出来的姑娘，用20年的时间，在这个用流量计算价值的行业里，走出了一条别人没有想到过的路。没有人预料到，最后站得最稳的是这个一直不慌不忙，只用作品说话的人。这期视频做到这里，你觉得谭松韵身上最打动你的是哪一面？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聊聊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